会议上，沈右楚新招的男助理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整杯咖啡狠狠泼在我脸上。我宣布，你被开除了，滚出去！老爷子，我可以让这家公司破产吗？副助理、叶助理通知管理层开会。我没空，不去。可是叶助理特别强调是沈总的意思，必须参加。李正王，行吧，马上过去。傅时宴怎么来了？他不是从不参加会议吗？谁知道呢？估计叶助理让他来的吧，这两人向来不对付，有好戏看。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参加此次会议。今天叶助理有个重大方案要跟大家宣布。各位，几月的一部解赛，我终于策划出了个史诗级的营销方案。众所周知，沈氏的市场份额一直稳居前列，应该一鼓作气，砸入2000万投流，争取3个月占领整个高端市场。大家什么意思？这可是我熬了几个月的方案。叶助理，当然，若是谁有不同意见，也欢迎畅所欲言。沈总对他言听计从，谁敢有意上次策划部老毛质疑了他半句，第2天就被裁了。傅时宴，你一直玩手机，是对我有意见吗？果然开始挑刺了。哇，你就个废物，我说的东西都听不懂，能有什么意见？2000万买对没用的曝光，还不如直接一把火烧了省事。你说什么？老爷子，你也听到了，这就是你烧钱也要力捧的公司。傅时宴，你嘀嘀咕手机说啥呢？老子问你话呢。我说你的方案漏洞百出，你凭什么这么说？目标定位错误，渠道选择不当，你花这2000万跟烧了没什么区别。不对，烧了还能发光发热，而你衣不解带几个月就想到了这。你个天天无所事事的混子，也敢质疑我的方案？傅时宴，我宣布你被炒了，滚出去！现在就滚出去！你也是这个意思？这也是我的意思。傅时宴，你被开除了。听到了吧？我被开除了。知道了，人家让你滚，你就滚回来吧。终于可以回去了。真是疯了。对着手机自言自语，傅时宴，你不会短剧看多，脑子短路了吧？怎么，电话那头是你千亿富豪的爹还是你爷爷啊？现在的年轻人啊，天天看短剧，一天天的也不知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就是一在谁面前受了气，就爱各种幻想，千亿的爹，暴富的爷。滚吧！要怪就怪你能力不行，活着吃干饭。我的方案就你说有问题。他们不是吃干饭的，一个个的都是吸血的。这些年要不是老爷子背后给沈氏补窟窿，这家公司早倒闭了。至于这沈右楚，大孙啊，找到媳妇没啊？大孙啊，孙媳妇呢？大孙，畜生！大把年纪了，对找婆娘的事儿这么不上心。大把年纪，爷爷，我今年才24岁，24咋了？小了？村里24的都是几个孩子的爹了。算了，也不指望你了，老子孙媳老子自己找。隔壁沈氏沈方收孙女，老子跟你谈好啊！你明天就给老子滚去他公司上班，好好培养感情。不是，老爷子，我堂堂千亿公司董事长，你让我去个小公司上班？不对，你的意思是，从今天开始，那沈右楚就我未婚妻了？不然呢？老爷子，1年来，我按照你的意思，把本该破产的沈氏干到了上市，更是让沈右晨成了年度商业新秀。可惜啊，人家要的不是扶他上青云的男人，而是能够在他面前装腔作戏、摇尾巴的狗。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大家都在专心开会，你玩手机。我全年的业绩目标都已达成，看看手机怎么了？
再不滚出去，我就叫保安了。请便。傅时言，你的业绩是不错，但这里是公司，请立刻离开会议室。沈总，你确定要赶我走？我不想重复第二遍，如果你还有点素养，就该知道分寸。那如果我不想走，那就别怪我无情。傅时宴，别给脸不要脸！沈总都发话了，你还赖在这里干什么？请你离开！你砸了我的手机，砸你手机怎么了？我不光砸你手机，今天这事跟你没完！你知道这块表多少钱吗？这是沈总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售价80万。自己站不稳，怪得了谁？傅时宴，你太过分了！过分？你不仅扰乱会议，现在还损坏他人财物。沈总，不能轻易放过他，表一定要赔。所有人都用怜悯或幸灾乐祸的眼神看着我，仿佛在等待一场好戏的开场。行，我赔80万是吧？什么80万？是800万！你还没睡醒？怎么不服啊？沈总送的礼物，让你赔800万，那都是看在你跟沈总婚约份上，不然1个亿。1个亿呀！这表能值1个亿？傅时宴算是惹上大麻烦了。副助理，你就认了吧，认了道个歉，没准叶总还能让你留下来。是啊是啊，摔坏别人东西本来就该赔嘛。是啊，损坏别人的东西是该赔，老子手机你可要赔呀！好了，傅时宴，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只要你现在跟我道歉，我可以考虑让你少赔一点，兴许一开心还能让你留下来。堂堂沈氏，话语权落了头看门狗狗身上。傅时宴，你说什么？你想死吗？800万，不加了吧？不加，说的像你能拿出来一样。那可是800万啊！傅时宴，别犟了，你现在没有选择。800万现金，5分钟沈氏集团会议室。笑死老子了！还800万现金，5分钟送到会议室，把这当短剧啊？怎么把老子当反派了？没那点力量就别扯这张大网，装腔作势，能骗得了谁啊？看你那样也没什么钱，就不让你赔了。但是婚约取消，我们一别两宽。你确定？傅时宴，沈总都说不让你赔了，你来这干什么？还不道歉？傅时宴，你个废物还敢动我！弄死你！我今天一定打你满地找牙！保护傅少！张行长，这谁呀？这你都不知道？海城银行张行长，咱公司财神爷上个月借了10亿贷款。什么？10亿？那现在来这儿是干什么？等等，他刚才喊傅时宴喊什么？傅少，你没事吧？东西呢？傅少，您要的钱打开。这么多钱？堂堂海城行长亲自来给他送钱，傅时宴到底什么人啊？就是老董事长也没这待遇吧？辛苦你了，能为傅少效劳，这是我的张叔叔，还劳烦您亲自过来。是啊，张行长，您来之前怎么不打个招呼，我们好接待您才是。张叔，爷爷前2天还提起您呢，一直想邀您家里坐坐。我可不记得有你这样一个侄女。傅少，还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吗？改天家里吃饭，
先回去吧。谢谢副少，那我们就先走了。上次咱是不是给沈氏贷款了？是啊，张叔，上次的事还得谢谢您呢。对了，那笔贷款，老子当初真是瞎了眼了。这种没有规矩的公司，之前批的贷款还是先别放了，再考察考察。张叔，您不能这样啊！张行长，沈总，公司就等着这笔钱救命啊！现在钱没了，我们怎么办？完了，刚上市就栽了跟头。现在竞争这么严峻，沈氏不会被一击毙命吧？这傅时言跟张行长到底什么关系？贷款的事不会是因为他吧？傅时言，都是傅时言！傅时言，你刚偷偷跟张行长说了什么？公司贷款怎么突然没了？我说了什么，不如看看你们做了什么。有能想出这种弱智策划的人在公司，不借给公司，这是公司的福气。傅时隐，你住嘴！好了，省点力气吃饭吧。800万，一分不少。哦，对了，时隐，我花了800万买的，自然不能再在你手上。既然坏了，那就扔。好，傅时超，你有种！保安都死哪去了？进来把钱拿走。好了，我们账算两清了，现在赶紧滚吧。你的表我赔了，我这手机你可还没赔我。拿着滚吧，多的算赏你的。500，你还差我99,999,9500块。999，你意思是说你的手机1个亿？傅时言，你想钱想疯了吧？一个手机1个亿，你还真敢说啊？该不会被咖啡烫坏了吧？1个亿，什么手机能值这个？就是，他不会受什么刺激了吧？以为自己认识张行长，就屁股翘上天了？嘴巴没个把门的，什么大话都敢说。都别吵了，法律规定照价赔偿。傅时言，讹诈可是要坐牢的。1个亿，你是想进去待一辈子吗？我说1个亿就是讹诈的，你在哪？他讹我800万的好心，还是留？我这是好心提醒你。够了，傅时想有意思吗？一步为怀要1个亿，你把我当什么了？傅时验，适可而止，1万块，带上业主里给的钱，现在马上离开。1万，好了，还有9999万，什么时候给够，什么时候走。我劝你赶紧离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是谁想要对傅少动手啊？保护傅少！傅少，您没事吧？这有谁啊？你都不看新闻的吗？浏阳集团周志敏旗下的浏阳市值早破了1000亿，1000亿！这种大佬平时只新闻上见过，怎么会来这里？难道……老周，你怎么来了？周总您好，我是沈氏集团沈右楚，我之前在爷爷那儿听说过您。傅少，我们检测到您手机遭受发音警报装置，担心您有危险，特地来看看。还好我们来得及时，不然就要让这狗贼得逞了。周总不会吧？周总，我是叶凡啊，上次发布会还跟您递过水呢，您忘了？快放开他吧，我还等他赔我钱呢。周总竟然也是为傅时言来的，手机还有警报装置，还是让周志明亲自报警。这也太魔幻了，2060年了吗？这手机制作耗费了科学家多少的精血？10年，全世界科学家对这个手机整整研发了，现在你个老鸡咋了？10年，科学家，周总，你确定我们没在拍短剧？爹，这也太颠了！短剧，你脑子短路了是吧？这是鉴定报告，自己看。量子、能量光、北极金，不是一部手机还能跟岳阳扯上关系了？这个账不会错，这个报告是真的。你到底是什么人？老叶啊，咱们还是关心关心赔偿的事儿吧。不，我不信！一个手机怎么可能上亿？假的！你们都是假的！你们都是敲诈！我们都是假的。他是不是想说咱们都是 AI 的？这个梗已经过时了，让傅少陪你演戏，你也配？周总，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你就是沈东坡那个孙女。周总，你认识我爷爷，那太好了。那老家伙那么精明，怎么会摊上你这么个瞎眼的孙女？员工都蠢成这样，可见背后老板的脑子。我看咱们家合作算了，给换了。周总，周总他这次听我求来的，业主里只是一时冲动，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是啊，周总，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好了，先把手机赔了吧。你要是不认，沈又金，我们可以走法律程序。我浏阳集团10万号人。随时奉陪。爷爷，浏阳不仅要取消合作，周总还帮着傅时验敲诈我们1个亿。对啊，沈老，傅时验被开除了，怀恨在心，找演员来做剧骗我们。爷爷，您打他干什么？明明是傅时验。给我闭嘴！个眼瞎的畜生！你以为沈氏这1年来能拿到100亿订单，是因为这个叶凡吗？难道不是吗？那是傅老太爷为了报恩，才让浏阳真少爷傅时英隐瞒身份来帮你的。傅时英，你是浏阳的真少爷。我给过你30次坦白的机会，骗我！是你每次都选择为了叶凡羞辱我。傅少，既然合同作废，我们走法律程序。这里空气不好，别带了，走吧。沈汉总，浏阳总部发公函了，全面解除和我们的一切合作。别哭了。老头子要是不行，我们拿不到公章去调资金，6、8亿解约，整个海城都在给我们划清界限。这1年，和我每次宴主动约了我30次，我连微信都懒得回他。
原来他一直在等我，是我亲手砸了我的头天路。你醒醒！傅时宴隐瞒身份看你出手，他根本不爱你。我们现在得去找别的老总借钱。借钱？海城现在谁敢给你们沈氏投1分钱？张总，我们合作了5年，您快限期，刘洋都全面断绝和你们的往来了，谁沾你们谁死！今天必须结清2000万货款，否则明天法庭见。听说了吗？今天刘洋集团那位神秘的董事长正式归位了。那可是真神啊！你看沈氏，刘洋一封杀，连月天哭缩了，他们1天就崩盘了。感谢各位，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恭迎刘洋集团最高掌门人、傅氏家族唯一继承人傅时宴先生。恭迎傅总归位。傅时相，我到底亲手赶走了什么？傅时宴，沈总，有事？傅时宴，求你给我5分钟，爷爷在抢救公司要产老婆，知道错了，一切都是我爷爷。刘强，你求他干什么？刘洋取消合作，他就是公报私仇。保镖，把这乱废的垃圾拖出去，别脏了傅总的眼。沈有楚，这1年傅时宴去你那儿，为了你做了这么多。可你除了冷嘲热讽，就是冷酷。是谁？我是刘洋首席战略官，也是傅时宴的未婚妻。周总，晚宴要迟到了。是，副少。沈总，真的撑不住了。刘洋集团解约公函一发，今天下午海城商行、建行全部发来催收通知，要求我们3天内结清所有到期贷款，总计3个亿。3个亿，公司账上还有多少？满打满不到1000万，而且今天原材料供应商全部断供，要求现款现接，否则立刻起诉我们。沈总，你得拿个主意啊！咱们以前靠着刘洋的合同，大家都给面子，现在刘敢一撤，连跟咱们合作了5年的老客户都在撤资，这都是因为傅时宴傅少的事情啊！你这话什么意思？怪沈总还是怪我？傅时宴那小子隐瞒身份，故意设局坑沈氏，你们看不出来吗？他要是真想帮沈家，至于做这么绝？叶助理，话别说的这么好听。过去这1年，傅少在公司当助理，是谁天天呼来唤去，连睁眼都不瞧一下？你就是啊！现在沈氏这么跟我说话，别忘了我才是总裁助理。助理，明天沈氏破产清算，你连个屁都不是。都给我闭嘴！叶凡，到现在你还在推卸责任。如果不是我鬼迷了心窍，天天听你在我耳边挑拨，我至于把傅时宴赶走吗？又晴，我那都是为了沈家1年风雨无阻，为了公司啊！你现在怎么能倒打一耙？而你呢？除了会做假账、会抢功劳，你还会什么？沈总，别吵了，这是法院的资产预查封通知书。如果明天下午前不补上刘洋内部手机的赔偿，或者还清银行贷款，法院就要查封沈氏大楼了。不好意思，沈总，我们副总今天行程很满，没有预约，您不能进去。求求你帮我通报给集团沈有楚，傅时相副总以前是我的助理，他了解我的，我真的有急事找他，就1分钟行吗？沈总，你也说了，那是以前，现在想见副总的人能从这里排到黄埔，要是谁都能用以前当借口，我们刘洋成了什么地方？你个小前台生气什么？当年傅时宴在我们沈氏连个幼师端茶倒水都不配，嘴巴放干净点，再在这闹事，直接送你去派出所。叶凡，你陷害我害的还不够吗？你给我滚！闭上你的臭嘴！我这不是替你说话吗？经理，算我求你，我爷爷还在重症监护室躺着，如果今天见不到傅时席，沈氏就完了，我爷爷的医药费都断了。嗨，听说这事不要让他生气啊！沈总，你混，沈氏集团的人与狗不得入内，您再不走，我们只能叫保安强制驱离了。沈小姐，沈老先生情况非常危险，这次是急火导致的心肌大面积梗死，虽然暂时稳定，但后续需要24小时特德护护和进口药物维持。医生用最好的药，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保住我爷爷的命。现在脚喷医院转播，只够维持到今天晚上。怎么会这么快？冻结了！六叔不好了，医院催缴通知发到我这儿，今晚12点前如果不需交5万的手术预付款和押金，就要把沈老转到普通病房，停用特级护理。医生，透露一下行吗？我是沈有楚，我明天一定把钱补上。今天还听到沈氏破产的消息，医药公司那边已经不肯给你垫付进口药了。有楚，要不咱们把沈老接回家吧，在家里养着也是一样的，还能省一大笔钱啊！这住在里面的是我爷爷，你让我把他死了家的亲爷爷，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那你说怎么办？现在1分钱都没有，你难不成去卖身啊？给我滚！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滚！傅少，最新消息，沈氏集团所有银行账户今日已全部冻结，其旗下多处房地产已被法院采取诉前保全措施。
估计明天沈氏就会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沈寒山呢？在高级私人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沈家账户已被封，医院以下最后通牒：今晚12点前不交齐50万医疗费，老头子就会被移护 ICU， 停用进口药。哟，这位高傲的沈总，这回是真的要家破人亡了呀！阿燕，你这一年在他身边当牛做马，受了那么多冤枉气，现在看到他这个下场，心疼吗？心疼。这一年来，我给过他30次机会，每一次我只要听到他一句真心的话，我都会把浏阳集团作为聘礼送给他。可他呢，为了一个叶凡，把我的尊严踩在泥潭里，甚至纵容叶凡把咖啡泼我身上。李诗雅，你觉得我的真心就这么廉价吗？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不过那个沈老头倒是个明白人。当年要不是他，傅爷爷确实挺危险的。你真打算眼睁睁看着那老头死在医院里？周总，以我个人名义往医院账户打50万。副少，您这是要放过沈氏？放过。这50万是带我爷爷还清沈寒山的职恩，救命的清。至于从此以后，我让他亲眼看着石在海城彻底出名，让他知道背叛和傲目要付的代价。谁呀？我求求你，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救救我爷爷，救救沈氏，我给你当牛做马伺候你，求你别绝情。绝情？沈总，你现在倒学会装可怜了。半个月前你把他熬3小时的胃药倒垃圾桶时，怎么没想过绝情这2个字？是叶凡骗我，他做假账陷害你，说你偷了公款。沈右楚，你到现在都以为我是因叶凡报复你。这一年我隐瞒身份陪你，胃痛守你整夜，出事动用浏阳摆平。我主动约你30次风雨无阻，你为陪叶凡放了我30次鸽子。你踩碎的是浏阳自尊，砸碎的是我唯一的真心。医院50万我已打过去，那是我还沈老的恩情。至于你和沈氏，周总，开车。从今天起，傅沈2家恩断义绝。右楚，你疯了？怎么站在雨里淋着？傅时宴说，他帮爷爷交了50万。什么？他会这么好心？从此以后，傅沈2家恩断义绝。既然老头子命保住了，沈氏就还有救。我联系上风圈王总，他答应在金地辉煌见我们。本市快讯：浏阳全面终止与沈氏业务，沈氏股票连续跌停。师傅，开快点，去金地辉煌。2位是沈氏集团的吧？现在海城做生意的，谁不知道浏阳在封杀你们？司机师傅，别说了。姑娘，听我一句劝，得罪了浏阳富少，你们求谁都没用，海城没人敢接这个盘。闭嘴吧你！开你的车。刘楚，王总这人爱面子。待会儿进去你态度放低点，只要拿到他的投资，我们就能翻盘。王总，打扰您雅兴了，这就是我们沈总，今晚特意来跟您谈谈投资。沈右楚，以前在商务酒会上，我想敬你一杯酒，你都不赏脸，怎么今天落魄成这样了？王总，以前是我不懂事，这是沈氏的资产重组方案，只要您愿意注资2个亿。2个亿？沈右楚，你当我是开慈善堂的？王总，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沈氏的渠道还在。渠道？浏阳集团一句话，你们的渠道就是一堆烂铁，我给你们投钱，嫌命长啊？那王总今晚答应见我们是什么意思？见你，是想看看海城第一高冷女总裁为了钱能卑微到什么地步，把这杯酒喝了，伺候高兴了，我赏你200万，当是给那老头买药。右楚，快喝，这可是200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叶凡，你让我喝？抱歉，沈总身体不适，这杯我替他喝。沈总，考虑的怎么样了？我的白酒可不等人。你竟敢泼我，真是不知好歹！王总息怒，王总息怒，他一时情急，不是故意的。你也配拦我？今天这事儿你们必须给我个交代！周总，您怎么在这儿？沈小姐，傅少让我来办最后一件手续。周总，快接我们！傅师爷是不是还是舍不得右楚？舍不得？叶助理，你想多了。这是沈氏集团破产清算最终确认书，傅氏创投作为最大债权方，已经依法向法院申请了破产程序。他把债务都买下来了。傅少买下债务，
只是为了保护傅老太爷当年的情分，不让沈氏的残渣碎灭落在外面，变成海城的笑柄。明天早上9点，傅少在浏阳总部等你们去交接公章。沈总，傅少从没有刻意针对过沈氏，你们今天的下场纯粹是自己经营不善、识人不明的结果。法理无情，明天见。傅少，沈氏集团的公章账目全部带到。坐吧。傅少，以前都是误会，是我不对，我有罪，但右手是真心爱你的。真心？叶助理，你是在讲冷笑话吗？这一年是谁每个周末都和沈总在高级餐厅约会，还把账单寄给傅氏庭报销的？叶凡，你让我报销的那些招待费呢？右楚，你听我解释，我那是为了帮公司拉业务。沈右楚，这是资产转让协议，签了它。你爷爷在医院的所有后续费，傅氏重头全包。傅时言，除了这个，我们之间就真的只剩下债权和债务了吗？不然呢？你还想要什么？浏阳少奶奶的位置？傅时言，你别得意，你用浏阳的资源打压私企，我要去告你！告我？叶凡，你还是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请问谁是叶凡？我是，怎么了？我们接到富士创投法务部的实名举报，你涉嫌职务侵占、伪造商业合同以及挪用公款，涉案金额高达3000万，这是逮捕令，请跟我们走一趟。右扯，救我！我是为了沈氏才这么做的，你帮我求求傅时言。3000万，原来这一年里公司亏空的钱全进了你的口袋。沈有耻，手续办完了，你可以走了。傅时言，如果1年前我没有听信他的话，好好的陪你吃那一顿饭，结果会不会不一样？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如果。周总，准备一下，明天和李氏集团联姻的新闻发布会。是，傅少。傅时言，你真的这么狠心吗？连来看爷爷一眼都不愿意。有情，爷爷，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我叫医生。公司是不是没了？对不起，爷爷，公章和账目今早我都交出去了，沈氏已经进入破产清算了。自作自受啊！叶凡呢？他侵占公司3000万公款，今早被法警当场逮捕了。傅时珍没对你干啥去？还给我交了50万医药费，对不对？周总说这是傅时言替傅老太爷还您的恩情，从此以后两家恩怨两清。恩怨两清，那是多好的孩子啊！有楚，这一年是咱们沈家没福气，作践了人家珍惜。沈小姐，后续费用已结清，请签这份转院通知书。转院？去哪儿？省城第一医院，有人给老先生安排了全海城最好的康复疗程，是傅时言安排的吗？不知道，是一位姓韩的先生办的手续。姓韩？我不认识什么姓韩的大人物，他为什么帮沈家？难道事情还有转机？傅时言，现在的你真的好陌生，陌生到我快想不起你曾为我下厨做饭的样子了。傅总，听闻浏阳一夜全资收购沈氏债务，请问这是浏阳进军新领域的信号吗？只是正常的商业不良资产清算，富士创投做过精准评估，沈氏集团德不配位，管理混乱，自然消亡，不过是公事公办。李小姐，听闻您与傅总即将订婚，两大家族联姻，我们两家门当户对，强强联合是必然趋势。更重要的是，我和傅总理念一致。傅时言，沈总，还有事？爷爷的转院和后续康复治疗是你让韩先生安排的吗？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对不对？韩先生，我不认识什么韩先生。沈有楚，傅时言说放过你们就绝不会再多看一眼，你以为你还配让浏阳总裁花心思？不是你，那是谁？傅少，省城韩家的人今天放话要见你。沈小姐，初次见面，自我介绍一下，省城韩氏韩天宇。我不认识你，我爷爷转院的事是你干的。别紧张，上车聊聊，关于傅时珍，也关于你们沈氏集团怎么在一夜之间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真相。看到了吗？傅时彦这一年隐瞒身份，根本不是为了帮你，而是利用沈氏账目漏洞做资产转移，好让他顺利继承浏阳。不可能，傅时彦不是这样的人，他在我身边1年，怎么可能是利用我？怎么不可能？
他要是真爱你，怎么会眼睁睁看你破产？借你手除掉叶凡，顺便在海城立威，你不过是他的一颗棋子。棋子，原来全都是假的。傅时夜，你居然从一开始就在骗我！你收回庇护就是为了逼我走投无路。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你想要什么？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浏阳集团海城独大太久了，只要你配合我，不仅能让你爷爷享受最好的医疗，我还能让沈氏重新站起来，把傅时夜狠狠踩在脚下。傅少，查到了，省城韩家韩天宇亲自接走了沈老先生，而且他今天下午还见了沈又渠。这个韩天宇手伸得够长啊！随他去，一个破产的沈氏翻不起什么浪花。可是傅少，韩天宇拉拢被浏阳打压的小家族，联合成立反浏阳联盟，沈又崇是他们的代言人，而且外界都在传什么？传您为继承权批发起是过河拆桥的小人，这是韩天宇买的水军，想借舆论打压浏阳股价。阿燕，你对那个女人真的彻底放下了？她若跟着韩天宇对付你，你下得了手吗？1年前他当众把热咖啡泼我企划书时，我就死心了。他现在选择当韩天宇的狗，就是浏阳的敌人。商场如战场，我不会留情。明白了，明天海城商业慈善晚宴需要限制沈又聪和韩天宇的入场券吗？限制？为什么要限制？让他们来，我倒要看看省城韩家能给这个女人撑起多大的底气。那不是破产的沈又苦吗？怎么搭上省城韩少了？听说是回来报仇的，这下海城有热闹看了。副总，久仰大名，这位应该不需要我多介绍了吧？韩少，海城的商务水深，带个过气的花瓶在身边，小心翻车淹死。傅时夜，韩少的告诉这条沈又不过是拿我们沈氏当垫脚石，你根本不爱，你只是在利用我，满足你的虚荣心。利用你？沈有楚，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蠢。万一浏阳需要用你100亿小公司当垫脚石，你李小姐别急着教训人。副总，今天这场慈善晚宴，我韩氏正式宣布进军海城，已联合14家企业，全面终止与浏阳的合作。傅时夜，你夺走沈氏的一切，让我受的屈辱，我会跟着韩少一样一样从你身上拿回来。你以为你可以在海城一手遮天吗？傅时夜，我要让你后悔，让你跪下来求我原谅。好啊，有志气。周总，把东西拿出来，给韩少和沈总好好开眼。副总，14家企业转投韩氏，这见面礼分量够吗？韩少有心了，不过做生意看的是长远利益。长远利益，没了供应链，你新能源项目拿什么开工？韩少，您消息滞后了，这14家已并入深海计划。这是股权转让书。这不可能，他们下午才签了联合声明，你耍了什么手段？谈不上手段，韩少给的是短期渠道，浏阳给的是10年国家级项目核心技术分红。商人逐利，在绝对利益面前选更理智的，不正常吗？1分钟不到，他的底牌就被轻易拆解，连重话都没说。1年前叶凡泼咖啡时，沈总也在冷眼旁观看风向。傅时夜，我当时只是……现在风向变了，仅此而已。叛徒，全是一帮见利忘义的畜生！浏阳不过是漏了一点分红，他们就全爬过去了。韩少，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新项目资金拿不到，我爷爷在省城的后续医疗费就断了。怎么办？你还有脸问我怎么办？老子为了带你撑场面，砸了几个亿进去，就换来今天这么一个笑话。放手！你抓疼我了！你答应过要帮沈氏翻盘的。翻盘？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傅师爷念旧情，绝对不会赶尽杀绝吗？结果呢？当初隐瞒身份欺骗所有人的是傅时夜，是他看着沈氏破产的。你到现在还在自欺欺人。周志明早把账目全行业公示了，傅时宴当助理这1年欠的所有大单利润全留给了沈家。说什么？利润全留给了沈家？是叶凡做假账贪了钱，傅时宴根本没动过沈氏1分钱。你这个蠢货，放着万亿财阀的真神不败去信一个叶凡。傅时宴没有害过我，他用他的方式帮我撑公司，却纵容叶凡羞辱我。滚吧，别再让老子看见你。沈小姐，请离开吧。韩少那边已经明确发函，撤销了对您爷爷的所有资金担保。求求你们不要停掉药，我爷爷还在插氧气管，他离开尾机区活不了多久的。我们也只是听命行事，请不要为难我们。沈小姐，韩氏今早因严重资金链断裂，已被省城总部全面接管，我们必须公事公办。我会筹钱的，给我半天时间，我今天就能筹到。有主，
因果报应啊，这都是咱们沈家自找的。对不起，爷爷，对不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傅师爷，我真的错了。傅师爷，傅师爷，我求求你，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沈有耻，你爷爷的医药费，我1年前就预留在信托基金里了。你预留了1年前？沈小姐，傅少早在离开沈氏那天就设立了长期医疗慈善信托，那笔钱足够保证老先生这辈子的医疗开销。那为什么现在会被停药？是你们为了跟着韩天宇对付刘洋，主动转出了指定医院，系统判定高风险，资金才会自动冻结。原来他早就安排好了，他从始至终都在履行承诺。是我为了虚无的复仇，亲手把爷爷推向了绝路。沈总，阿燕对你们沈家向来公私分明，仁至义尽。我知道了，我现在都知道了。可你却拿着他的善意去当商战的筹码，现在跑来求原谅，你不觉得太迟了吗？周总，开车吧，下午的会议不能迟到。傅师爷，我知道我不配原谅。韩天宇逼我签了5亿连带责任保证书，沈家彻底完了。那是你和韩少的商业合同，我们公事公办，不插手他人债务纠纷。你真要看着我被逼死吗？看在爷爷当年救过傅老太爷的份上。1年前，叶凡联合高管逼我离职时，我也问过你同样的话。傅诗涵就是白眼狼，我问你，滚，别耽误叶助理。我能不能听我解释一句？你当时是怎么回答我的？别说了，求你别说了。你说商场不相信眼泪，弱肉强食是唯一规矩。现在我原封不动还给你。沈总，好好享受你应得的规矩。省城韩家核心资产下午就会进入清算征集。阿言，这盘棋下的挺漂亮的。这只是开始。不过听说韩天海背后的高盛资本好像开始注意你了。注意到了才好，通知下去，明天召开最高级别会议。傅少，咱们下一步的战略是刘洋准备出海迎战。副总，韩氏清算后空出的海外航运份额已被我们全面接收，但高盛资本突然入股海城第2大港口，明显冲我们来的。高盛资本在海外一向擅长资本绞杀，这次负责人叫雷克，是个狠角色。兵来将挡。周总，海外新航线手续办得怎么样了？已经递交了，但雷克今天下午约了海城的刘局长，看来是想在审批上卡我们。刘局长向来公事公办，雷克想走偏门，反而会自撞南墙。那我们要去见见这个雷克吗？不用，等他来找我们。傅少，还有一件事，沈右厨因无限连带责任被法院限高并执行财产清查。他今天去高盛旗下外贸公司面试。去外贸公司当底层职员？销售员。雷克知道他和刘洋的关系，特批录用他。这个雷克是想用他恶心你，还是借他打探底细？一个对刘洋业务一无所知的边缘人，能打探到什么？随他们去。沈右厨，你这周销售额又是倒数第一，你以前不是挺能干的吗？沈氏集团的大总裁连几万块单子都谈不下来。对不起，严主管，我会努力的，请再给我一点时间。算了吧，人家以前出门都是劳莱斯，哪懂怎么求客户啊？听说他贪污公款的助理叶凡在里面快判了吧？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不能放弃，爷爷每月看护费还要靠这份薪水。叶凡进去了，沈家倒了，我现在只是个普通人。别说公司不照顾你，今晚有个外资的商务酒会，刘洋集团也会派人参加。雷克总裁亲自点名，让你跟着去负责端茶倒水递资料。严主管，能不能换别人去？我去不合适。不合适？沈右池，高盛不养闲人，你不去，明天就收拾东西走人，你爷爷医药费自己看着办。我去。副总，李小姐，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刘洋集团最近在海城风头正起啊。雷克总裁客气，高盛刚入股港口，合作空间还很大。合作当然好说，不过我今天带了个新助理，想给副总介绍介绍。沈小姐，给副总倒酒。傅师爷，我现在连站你面前都要这么卑微了吗？雷克总裁，高盛用人标准什么时候这么降格了？连破产失信人也能当总裁助理？
商场嘛，物尽其用。沈小姐熟悉海城供应链，我想着或许对副总也有点用处。这位女士和刘洋没有任何业务交来。副总，我……周总，去刘局长那边看看，审批流程应该出来了。是，副少。成事不足，我原以为傅时涵总会多留意你几分，到头来他根本不曾将你放在心上。雷总，您交代我的事我全都办妥了，求您不要辞退我，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辞退？不至于。你对我而言还有别的利用，把他送到商务局的举报信箱里。不，这是商业机密，这是违法的，我不能做。违法？你现在欠了5个亿的连带债务，你以为不帮我你能活过这个月？傅实验以前没有害过我，是我对不起他，我不能再陷害他了。陷害？你太看得起自己了。这份底价是真是假，傅时验自己心里清楚。你只需要当这个送信的人，只要你送了，你爷爷在省城医院被冻结的那笔信托，我有办法帮你解冻。信托？为什么每次我的选择会把你推向对立面？我到底该怎么办？傅少，出事了！今天早上，商务局收到了一份实名举报信，检举我们下季度出海项目的竞标书涉嫌不正当竞争，并附带了核心底价。底价泄露了，谁干的？举报信上的签名是沈幼虫。阿晨，你早就知道雷克会用这一招。雷克在海外习惯了用盘外招，他以为拿到了我们的底价，就能逼天星让出港口的控制权。那沈又琴那边，我们需要让法务部介入吗？这已经是刑事犯罪了。公事公办。让法务部把我们真正的标书和雷克手里拿到的那份假标书一起提交给商业调查科。假标书？傅少，您是说雷克拿到的那份是我上周故意让研发部放出风声的淘汰方案？他既然喜欢用，就让他和高盛一起咽下去。那你觉得沈又琴知道那是假的吗？他知不知道不重要，既然他再次选择了出卖，那法律自然会给他应有的判决。明白了，我这就去联系商业调查科。高盛这次怕是要把整个海城分部都赔进去。沈小姐，根据你提交的举报材料，我们核对了刘洋集团的标书底价，但结果显示，你提供的数据与刘洋真实递交的官方标书完全不符。不可能，这是雷总亲自交给我的，怎么会不符？办案官，请注意言辞。什么叫我交给他的？这份假数据分明是沈又除为了报复前夫，私自伪造并打着高盛名号来诬告也是受害者。雷克，你翻脸不认人，明明是你拿我爷爷的命逼我。沈小姐，商场讲的是证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指使你的？雷总说的对，凡事讲证据。不过我们今天来是来配合调查科查清事实的。这份被实名举报的方案，其实是我们上周逃避对全行业公开的废材。高盛海城分部拿一份公开的废案来当机密举报，是不是有点太不专业了？周总，你这话什么意思？公事公办。刘洋不追究诬告，但因为高盛的错误鼓报导致海城港口审批延期，刘洋法务部将依法起诉高盛资本，索赔商业损失30亿。沈又池，这是你格子间的私人用品，你被解雇了。严主管，我知道这次是我大意了，但求你别开除我，我爷爷还在等看护费。开除你！你涉嫌伪造商业数据，诬告刘洋，高盛的海城分部都快被你害瘫痪了。雷总没把你送进监狱，已经是最大的仁慈。以前好歹是个大总裁，现在怎么连点脸面都不要了？帮着外资陷害前夫，结果人家根本不拿你当人。这就是报应。1年前燕和咱们在会议室里踩富士奥的时候，他不是挺威风的吗？风水轮流转啊！原来在所有人眼里，我都是个笑话。傅时英当初被我们赶走的时候，天也是这么冷，雨也是这么大，他当时该有多绝望啊！傅少，高盛海城分部因为30亿的索赔诉讼，股价在今天上午开盘后下跌了4个百分点。雷克顶不住总部的压力，已经递交了辞职报告。雷克这一走，高盛在海城第2港口的股份就成了烫手山芋。阿燕，你要出手收购吗？不急，高盛背后的跨国财阀高盛资本在海外还有更庞大的基本盘，海城这几层股份只是个诱饵。诱饵？你是想借高盛的手引出更高级别的海外资方？知我者李诗雅，海城容纳不下刘洋的野心，既然要出海，就要把水搅得更浑一点。傅少，还有个情况，沈又竹因为彻底失去收入来源，
那5个亿的有限责贷责任被法院强制执行了，他现在连那个廉租房也住不起了。他爷爷呢？老协子被信托基金的指定公立疗养院接管了。傅少1年前留的那笔钱虽然冻结了增值部分，但基础的医疗和护工费用系统依然在按月自动扣付。老协是傅家不欠沈老爷子。至于沈幼楚，他是成年人，该为自己的一次签字承担法律责任。明白了，法务部会继续跟进瑞克的资产交割，绝不给高盛留任何喘息的机会。沈幼琴小姐，自我介绍一下，跨国财团高盛资本总部高级合伙人安东尼。我不认识你，雷克的事情和我没关系，我已经丢了工作，你们还想怎么样？雷克是个蠢货，但他逼你签的那5个亿的连带自责书，在全球法律上依然有效。现在这笔债已经转到了总部名下。 5个亿，我根本没有钱，你们把我逼死也拿不到1分钱。死人的确不值钱，但活着的你对刘洋集团的富士鳄来说，或许还有最后一丝利用价值。没有价值，雷克已经试过了，傅石佑根本不在乎我的死活，在他眼里，明天是刘洋和李氏的正式出海仪式，海城所有媒体都会到场。你们想干什么？我要你当着全球直播的镜头跪在傅时晕面前，控诉他为了夺取沈氏资产，逼死前妻和岳祖父。这是污蔑，傅时晕没有。是里面的在资本大鳄们只需要压刘洋股价的借口。你签了这5个亿一笔勾销，不签就会因为高盛的全球法律诉讼而合法停掉。副总，刘洋此次全面进军海外航运，是否做好了面对国际顶级财阀竞争的准备？刘洋一向遵守国际跟贸易准则，公事公办。我们出海是为了合作共赢，而非垄断。那不是傅师兄的前妻吗？他怎么进来的？沈小姐，今天是对外商务发布会，请你自重。哭吧，控诉吧，只要你把脏水泼过去，刘洋100亿神话就会在全球股市腰斩。沈幼楚，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想好了再说。傅时言，我可以用谎言毁了你，已经对不起你太多次了。这一次，我想做对的事。各位媒体，高盛安东尼用我爷爷性命和5亿债务会上诬陷刘洋，逼我在场从没害过沈家，所有的罪都是高盛为了做空刘洋施下的局。华克，这个疯女人在胡说八道什么？周总，把联合调查组请进来，该收网。带他走！这个疯女人在公开回访高盛。安东尼先生，这是海城，我是高盛高管，你们没权利动我。安东尼先生，我们是跨境商业犯罪联合调查组。你们有逮捕令吗？高盛涉嫌恶意操纵市场，跨境敲诈。这是文件。我是外籍，我的律师马上就到。公事公办，在法律面前没有任何特权。带走。傅时彦，高盛在海外的根基不是你能想象的。安东尼先生，海纳百川，但绝不容纳违法乱纪。你出海就是找死！刘洋走的是正道，不惧任何风浪。结束了，傅时言，我终于没有再成为伤害你的岛。傅少，高盛在海城的残余势力已被联合调查组查封。高盛海外总部那边呢？他们为了止损，已经正式宣布放弃海城港口的股权。这招引蛇出洞太漂亮了。不是我的功劳。哦，是商务局调查组公事公办、雷霆出击的结果。傅少，那沈幼楚那边怎么处理？他那份5个亿的无限前来载人书呢？已被法院判定为受胁迫签署，合同无效，他的债务危机解除了。他现在人呢？在商业调查科，他主动去交代1年前叶凡做假账、侵占刘洋项目利润的全部细节。他想还刘洋一个公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2家恩怨早已清算。那法务部这边，既然他在最后关头选择了公利，刘洋自然不会赶尽杀残。出海在即，我们的眼光该放长远了。被告人叶凡职务侵占，伪造商业印章，涉及金额巨大，判处有期徒刑15年。沈有辰，你竟然出卖我！叶凡，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当年在会议室，是我帮你把傅时彦赶走的，你当时默认了。那是我瞎了眼，纵容了你的贪婪，才让沈家落得今天这个下场。你这个贱人！要不是傅氏早就上市了。害我们的不是傅时彦，
是我们自己的傲慢和自私。胡说，他就是个穷助理。他当助理1年，把所有大单利润都留给了沈氏，是你贪了钱。不，这不可能，不可能！傅时烟，1年前他们往你身上泼的那杯咖啡，我今天终于帮你把背后的污垢擦干净了。幼楚啊，看你这2天轻松了不少，事情都结了吧？爷爷，叶凡判了，高盛的账也清了。清干净了好啊，做人不能丢了良心。对不起，爷爷，让您跟着受了这么多苦。我不苦，倒是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在一家社区公益机构当了志愿者。志愿者？虽然1个月只有3000块工资，但每天心里很踏实。傅时宴赢在了格局。是的，爷爷。咱们沈家没福气留住他，但最后没拖他的后腿，也够了。他属于更广阔的世界。傅时渊，谢谢你留下的信托保住了爷爷，也谢谢你的公事公办，让我找回了真正的自己。傅少，好消息，第一批搭载全新绿色核心的货轮已经通过公海。海外海关对接顺利吗？全部按最高标准报备，没有任何违规风险。高盛海外总部那边有动静吗？大股东正在全球市场上收缩战线。看来他们也明白，公事公办的红利不是靠小动作就能阻挡的。副总，监测到海外有股不明游金在试探我们的离岸控股盘，是高盛的残余底牌。无妨，刘洋现在的体量不是几只金融鳄鱼能吞下的。副少，需要启动反做空预案吗？不用，直接把我们的新能源核心专利技术在海外官网全球公开。你要打明牌？对，刘洋出海走的是造福全球的绿色长路，亮出技术，让全球市场自己做选择。明白了，这是阳谋，他们无处可躲。小沈啊，歇会儿吧，今天全社区的孤寡老人你都跑遍了。王大妈，没事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快看新闻，刘洋集团的新能源技术在海外正式公开了，太争气了！傅时业和李诗雅现在可是咱们海城的骄傲。傅时宴，现在的你才是真正闪闪发光的你。傅少，是沈姑娘，她现在在这里当社区志愿者。要下去打个招呼吗？开过去，不用打扰。傅少，您放下了。他找回了他自己的本心，这就足够了。明白了。公事公办是规矩，各自安好是结局。下面有请刘洋集团总裁傅时恩先生以及李氏财阀掌舵人李诗央小姐。副总，如今高盛资本退却，刘洋一跃成为行业巨头，您未来有什么规划？刘洋没有对手，只有时代的浪潮。那对于过去那些质疑和打压过刘洋的人，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刘洋的这一步不只是商业的成功，更是属于所有公事公办、坚守底线的国家企业的胜利。好啊，傅时宴这孩子好啊！是的，爷爷，他赢了，我也赢回了我的良心。商场不相信眼泪，但时代会记住每一个脚踏实地的同行者。风浪再大，正道长存。